维也纳的咖啡馆文化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特有的城市人文特色，和巴黎左岸拉丁区的咖啡馆文化并列欧陆两大咖啡馆文化。咖啡圣特劳被誉为最美的咖啡馆，咖啡弗劳诺巴是现存最古老的维也纳传统咖啡馆，咖啡兰德曼是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咖啡馆。这种独特的咖啡馆文化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奥地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众多的咖啡馆里虽然它已不复存在，但它又以全新的面貌引领着咖啡浪潮。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咖啡品牌频道。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维也纳历史上最古老的咖啡馆，也是第三波精品咖啡浪潮中精品咖啡馆的典范蓝瓶咖啡 Blue Bottle。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453年的5月29日，奥斯曼军队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最后的总攻。他们利用被抛石机破坏的城墙缺口，又成功绕开了拜占庭的海上防线。在清晨时分，奥斯曼士兵冲进了城内，被围困了整整53天的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也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终结，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而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在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位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控制着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波斯普鲁斯海峡。这个位置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贸易和军事枢纽，能够有效地控制亚洲到欧洲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路线。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就意味着可以扩大其影响力到欧洲，甚至直接威胁到欧洲中部和南部地区。奥斯曼帝国属于突厥帝国的一个王国，是来自11世纪的亚洲大草原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骁勇善战，在当时就给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很多致命的打击。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重复了君士坦丁堡的宗教文化。1517年，苏丹谢利姆一世征服埃及，将咖啡饮用之风带回了伊斯坦布尔。1536年，苏莱曼一世占领了也门，也控制了也门出口咖啡的摩卡港。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成为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咖啡也由此传遍了所在的整个帝国领土。通过咖啡贸易，奥斯曼帝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咖啡虽然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传播中也经历过禁止又解禁，但由于信仰的特殊性，穆斯林无法饮酒。而咖啡不仅成为好的休闲饮料，又在大型的祈祷活动中让人保持精力充沛。讲到这儿，那么似乎又和蓝瓶咖啡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往往回看历史后就又会发现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是触发未来结果的关键线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维也纳位于奥地利，处于欧洲的中心，拥有控制东欧、西欧的战略位置。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之一，维也纳在欧洲的政治、文化和军事上都具有极高的重要性。而维也纳的位置使其又成为了东进西出的门户，特别是来自东方的威胁。作为欧洲基督教国家防线的最前沿，即将迎来重要的战役——维也纳战役。由于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国力强盛，占领维也纳也就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又一战略愿望。维也纳控制着多瑙河以及通往德国和东地中海的贸易路线。1566年，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第一次尝试入侵维也纳，但在匈牙利的西盖特堡遭到阻截，最终失败。1683年，奥斯曼帝国准备再次入侵维也纳。在围城前的几年里，奥斯曼帝国在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的主持下，进行了广泛的后勤准备工作，包括修复和修建通往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后勤中心的道路和桥梁，以及将黑火药、大炮和其他资源从各地运送到中心地区和巴尔干地区。1683年7月，维也纳这座城市发现自己被20万奥斯曼军队以及数千名鞑靼骑兵包围。
而这次的围攻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正想方设法逃到林茨，在那里呢，他可以组织盟友来保卫这座城市和罗马帝国。奥斯曼在入侵前的准备工作，这位罗马皇帝都看在眼里。他非常有远见的与波兰呢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事实也证明，这对于拯救维也纳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维也纳陷落，奥斯曼帝国将能够沿着多瑙河长驱直入地进入欧洲。围城时间很快进入了1个多月。虽然维也纳呢这座城市的防御森严，但同时也与外界完全的隔绝，食物变得稀少，士兵们呢开始出现了疲惫倦怠，而奥斯曼人早已成功地在城墙下挖出了隧道，并引爆了黑火药，在城墙上制造了缺口，想再次呢上演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军事策略。守城的军队指挥官恩斯特·鲁迪格·冯施塔赫贝格伯爵急需要找到一名志愿者穿越敌军的防线，需要尽快呢与波兰的救援部队首领罗林公爵取得联系。此时我们的主人公出现了，这位志愿者叫做杰西·库尔奇基，他1640年出生于一个古老的东正教贵族家庭。此时的杰西·库尔奇基已经40岁了，他曾与土耳其人一起生活，会讲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他和他相伴多年的仆人多尔杰·米哈伊洛维奇一起换上土耳其的服装，带着救援信件，假装呢曾在维也纳经商的土耳其人，悄悄地溜出城。在穿越土耳其人的防线时，他们哼唱着闻名遐迩的土耳其歌曲，神态自若地走进敌军防线。穿过防线后，他们飞快地向目的地奔跑，很快就遇上了来增援的先遣部队。而此时，维也纳的市政议会里也正在焦灼地等待着，甚至呢已经有人提议放弃抵抗，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城里的百姓马上就要没有吃的，到那时面对的不只是土耳其人，还有无法忍受饥饿的暴民。守城的指挥官一再说服议会里的大臣们，他相信呢这个有着东方面孔的库尔奇基会带来好消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库尔奇基和他的仆人使用同样的方法再次混进了维也纳城里。他找到守城指挥官，并将增援部队马上就要到来的好消息告诉他，波兰军队就在眼前。他说，这个消息呢无疑让摇摆派再次坚定起来。没过几天，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抵达，土耳其人在雷鸣时分率先发起了进攻，希望在欧洲救援部队集结之前攻破维也纳城墙。但波兰国王的骑兵已经占领高地，直到下午晚些时候，发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骑兵冲锋，2万名骑兵从山上猛冲下来，突破了奥斯曼人的防线。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在12小时的双线战斗中早已经精疲力尽。土耳其人逃走了，留下了几乎所有的物资，包括2.5万多顶帐篷、1万头牛、5000头骆驼、数吨的谷物和大量的咖啡。此时的欧洲人呢，鲜少有人知道咖啡这个饮料。当时的贵族们呢，甚至以为这是骆驼的饲料。但曾经游历过奥斯曼的库尔奇基知道咖啡豆有多么值钱。战争结束后的1684年，库尔奇基被封为围城英雄，国王赏赐了他房子和金钱。当他恳请国王把骆驼饲料也赏赐给他的时候呢，在场的贵族们都惊呆了。然后呢，他用这些咖啡豆在维也纳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 The House and the Blue Bottle。 后来他将咖啡店搬到了苏塞卡塞街624号，并将咖啡馆改名为 Blue Bottle。 而这个名字呢，是向他的第2任妻子列奥波蒂娜·麦耶致敬。据传说，在2人结婚前，库尔奇基为保卫城市受伤后，他用储存的蓝色瓶子里的药物护理他恢复健康。起初呢，欧洲人对库尔奇基的土耳其咖啡并不能接受，又苦又涩，还带有咖啡渣，除了猎奇，实在无法接受第2次饮用。于是库尔奇基呢，尝试滤掉咖啡渣，并添加蜂蜜、糖或牛奶呢，来调和咖啡的口味。很快，小小的咖啡馆里开始变得门庭若市。库尔奇基也被认为是第一个发明了经典的维也纳咖啡
Mina Village， 一种类似于卡布奇诺的咖啡饮品。不同之处呢，在于 Village 是用较温和的咖啡制成。在维也纳的咖啡 Sphere，Village 呢是半杯煮好的咖啡加半杯蒸奶油，上面呢撒上奶泡。随着时间的推移，库尔奇基把咖啡馆变成了一个氛围愉快的地方，人们可以在这里放松、交谈、交流想法。而他的这种创意呢，使得他被视为维也纳咖啡文化的守护神。多年来，维也纳咖啡馆的形式不断的发展，最终成为一个不仅提供黑色饮料，还提供热食、报纸、探讨知识和文化的场所。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精神病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人会在这里碰面聊天，或聆听著名古典音乐家举办的音乐会。维也纳风格的咖啡馆最终在奥地利广袤的土地上流行起来，成为欧陆式咖啡馆的标杆。时间来到了21世纪初，一个带有中东韵味的又极具现代艺术感的蓝色瓶子标志出现在了美国的旧金山海耶斯谷一栋旧房子的车库里，而这里呢，也是新时代的蓝瓶咖啡馆的开始。第二代蓝瓶咖啡馆的创始人詹姆斯·弗莱曼是一名单簧管演奏家。作为一名古典音乐家，詹姆斯从12岁到34岁，他每天思考的都是如何将单簧管演奏得更好。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他竟然迷失在音乐里，甚至呢感受不到激情的存在。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扼杀。在自述中呢，他讲到那段日子，他越渴望创造艺术，却迷失在其中。于是呢，他想到了一个他认为很粗鲁的方式，他会在烤盘上烤咖啡豆，烘烤的过程会把厨房搞得到处都是烟，甚至呢会让歌剧演员的前妻非常生气。但在这期间，他不仅治愈了自己，还让他意识到咖啡是一种新鲜的食物。而在90年代，他在商店的货架里似乎永远也找不到咖啡豆真正的烘焙日期，他完全陷入到了咖啡中，甚至无法自拔。对于千变万化的烘豆滋味如痴如醉。他甚至呢辞去了乐团的工作，哪怕他的手中只有2张信用卡和1万美金，哪怕他对创业一窍不通，甚至呢他美丽的妻子离他而去，他都没有动摇。2003年，他用手中所有的积蓄租了一间186平方英尺约17平方米的地方，加上一台容量3公斤的烘豆机。就这样，詹姆斯在35岁这年开始他的咖啡事业。创业之初，他每天都在不足20平米的狭小空间里烘焙咖啡豆，再将咖啡豆呢拿到伯克莱和奥克兰的露天农贸市场里贩卖。那段时间，他不分昼夜的烘焙咖啡豆，整整瘦了18公斤。也正是在集市上，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甜点师凯特琳。詹姆斯不仅售卖咖啡豆，还会现场制作咖啡，搭配凯特琳的甜点，订单量大增。再后来呢，干脆搞了一辆咖啡车，他更是坚持现场手冲咖啡，并且一次只冲1杯。即便如此，顾客们也甘愿排队等候。对于创业之初的时光，詹姆斯是这样描述的：作为音乐家，对我在咖啡方面非常的有帮助。音乐家并不是像人们看到的那样穿着燕尾服穿梭在各大剧院里，更多的时候呢是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同样的事情，重复到完美。作为音乐家提供的是感官体验，为作曲家服务，为听众服务。制作咖啡也是如此。如果你尝试烘焙一整天的咖啡豆，每一批都会比之前的好，每一次的调整都为了提供更完美的感官体验。咖啡烘焙同样也是一种艺术。2005年，詹姆斯的咖啡生意让他意识到，农贸市场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他的朋友呢提议开一家店铺，詹姆斯接受了这个提议，并且呢也想让更多的人喝到真正的新鲜的咖啡。音乐家的身份背景让詹姆斯想起了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蓝瓶咖啡。如果说库尔奇基是将咖啡文化发扬到欧洲各地，那詹姆斯的蓝瓶咖啡的目标就是专注于咖啡，将咖啡的美味发扬到全世界。
对于咖啡馆的模型，他觉得欧洲包括美国大部分咖啡馆都是传统的，像意大利雷亚斯特那种的有点混乱，有沙发和凌乱的公告牌，更像是一种咖啡空间，而不是专注于咖啡。詹姆斯觉得呢，这种传统咖啡馆的模式，咖啡更像是附属品。他希望打造一个顾客走进来就是专注品味咖啡的咖啡店。詹姆斯将蓝瓶咖啡馆设计成有着现代艺术风格的极简之美，于是新时代的第一家蓝瓶咖啡馆在旧金山海耶斯谷一栋旧房子的车库里诞生了。随后呢，蓝瓶咖啡以优秀的咖啡品质进入了快速发展，分店很快遍布旧金山湾区多个区域。詹姆斯对于不同产地的咖啡豆所带来的味觉上不同层次的变化，以及对咖啡品质极致追求，让蓝瓶咖啡成为精品咖啡浪潮中精品咖啡连锁店的标杆。他甚至要求禁止出售烘焙超过48小时的咖啡豆，而这一项原则作为创业初期的第一条守则，一直坚持到现在。因为他发现咖啡豆在烘焙后经过48小时，味道就会开始改变。如果顾客购买咖啡豆后没有及时喝掉，过太久味道就会变质。如果无法控制顾客何时喝掉咖啡豆，那就控制咖啡豆停留在店内的时间。通常来说，咖啡豆在烘焙后的15天内制作的咖啡是最美味的，但如果把烘焙过15天的咖啡豆卖给顾客，而顾客呢又超过1个月甚至以上才用来制作咖啡，口味肯定会和刚烘焙出来时差很多，这样顾客对蓝瓶咖啡的品质感官就会变差。所以詹姆斯要求呢，只要是烘焙过了2天的咖啡豆，就要被用于店内的菜单上，不准销售给购买咖啡豆的顾客。而正是如此，工作人员每天都会设计不同的咖啡菜单，既可以有效地消耗掉库存的咖啡豆，又可以提供顾客更多的选择。2012年，詹姆斯和妻子凯特琳合写的《The Blue Bottle of Coffee》一书，成为咖啡爱好者的指导手册，指导呢如何使用法压壶、手冲法、虹吸壶等传统家用咖啡设备，在家里制作美味的咖啡，还收录了 Blue Bottle 糕点主厨的30多种创意咖啡食谱。在詹姆斯对咖啡豆新鲜品质的要求下，人们喝上了咖啡作为新鲜食材应该有的味道。2012年，蓝瓶咖啡获得了$2000万的风险投资。2015年，蓝瓶咖啡从全球第3大共同基金会公司富达投资手中获得了$7000万投资。2017年9月，全世界最大的食品及饮品公司雀巢收购了蓝瓶咖啡大部分的股份。尽管呢，关于该交易的财政细节并没有公布，但英国金融时报称，雀巢出资$5亿收购蓝瓶咖啡68%的股份。随后呢，由雀巢公开发表收购声明，确认了本次收购案。资本的介入让蓝瓶咖啡从2010年到2022年间飞速发展。蓝瓶咖啡馆遍布世界各国的中心位置，而詹姆斯作为蓝瓶咖啡的创始人及现任 CEO， 始终坚持着蓝瓶咖啡的品质。尽管呢有来自很多老牌连锁咖啡店的竞争压力，但是蓝瓶咖啡始终展现出自己的咖啡哲学与咖啡艺术。如今，以维也纳咖啡馆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咖啡馆和当代蓝瓶咖啡为代表的精品咖啡连锁品牌，从历史文化的碰撞到对咖啡风味感官上的乐趣，400多年的咖啡长河中 Blue Bottle 呢成为一种咖啡文化的连接。咖啡从一个空间附属品变成了一种并不需要添加蜂蜜、牛奶的美味饮料，它给世界带来了改变，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从库尔奇基到詹姆斯·弗莱曼，都在诉说着人类对咖啡味觉、空间体验的执着，也可以说是一种咖啡哲学，或是一种咖啡艺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见。